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日本股市录得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，因交易员为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做准备。日元反弹，中东紧张局势加剧，油价连续第2日上涨。下面这条，澳大利亚计划收紧矿业公司公布勘探结果的规则，新守则将适用于上市公司，包括矿业巨头必和必拓集团和力拓集团。新守则将增加环境要求，并要求合格专家签署对矿物和金属储量的估算。下面这条，美国认为委内瑞拉反对派赢得上周末的选举，而马杜罗总统则声称自己获胜，并要求将对手监禁数十年。接下来，因日央行加息，日元大幅反弹，这对日本股市造成广泛打击。Topix 指数暴跌 3.9%。创2020年4月以来最大跌幅，房地产股暴跌 8.1%， 汽车股下跌 6.4%， 零售股亦下跌，日经225指数下挫 3.5%。下一条，丰田汽车公布1季度营业利润增长 17%， 得益于成本削减和日元贬值，抵消了日本销量和产量下降的影响。接下来，由于中国制造业低迷，上个月亚洲工厂整体表现疲软，企业主面临需求疲软的困境，这增加了该地区经济复苏乏力的风险。让我们关注 Hugo Boss 第2季度运营利润低于预期。此前，该公司因消费者需求疲软而下调了全年销售和收益预期。下面这条，宝马汽车部门2季度利润率低于预期，因竞争加剧和中国需求疲软，汽车部门息税前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 9.2% 降至 8.4%，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8.7%。 宝马确认了2024年的业绩指引，但预计集团税前利润将小幅下降，原因是研发、制造和人员成本上升。下一条，伊朗扬言报复以色列暗杀哈马斯领导人，导致油价上涨。美国官员仍在推动加沙停火，但随着哈马斯领导人遇害，难度加大。OPEC 加会议预计不会改变增产计划。下面这条，壳牌2季度财报超出预期，宣布再次回购35亿美元股票，净债务减少20多亿美元，调整后净收入增长 24% 至 62.9 亿美元，受原油价格支撑。接下来，微软股价因人工智能软件销售令人失望而下跌 1%， 而 AMD 股价因芯片销售强劲而上涨 3%， 这表明投资者对人工智能投资的回报过于急切，芯片制造商从中受益。下面这条，7月份，求职者与留职者的薪酬差距缩小，这是美国劳动力市场降温的最新迹象。下一条，股东起诉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欺诈，隐瞒软件测试不足，导致7月19日全球宕机，造成800万台电脑瘫痪，股价暴跌 32%。 最后一条，美国信用卡债务人有望迎来利率下降，但仅靠此可能无法让消费者摆脱赤字。美联储计划最早于9月下调联邦基金基准利率，会影响信用卡利率，不过降息幅度小，当前信用卡利率仍处高位，以负债者等待更多降息不现实。消费者可选择 0% 余额转账信用卡优惠，低息个人贷款或寻求非盈利性信用顾问帮助来偿还债务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